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这一期和去年初一样，我们来梳理一下2020年的游戏界。由于内容并不针对单个游戏所以主要以录音加游戏预告片为主也没有太多的剪辑，各位就当听电台吧。去年初，我主要回顾了2019年中国游戏界的数据，为了是先给大家建立一个数据概念。那既然概念有了今年就不再完全以数据为准。因为2020年的数据就是在19年的基础上，又按照发展趋势提升了而已并没有出现反常，所以只会在必要时候提及一下数据。不过先补充个数据去年我用各种数据推导了一下，得出结论，两岸三地单机主机玩家的人数大概为1200万左右。后来确实发现推导的过程有错误所以导致这个数据的可信度比较低。但那个视频发出来之后，有很多统计机构来跟我交流，分享了他们推导出来的数据。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数据都非常接近，和我推导的虽然有点差距，但也是在同个数量级。那取多个机构数据的中位数，截止2020年初，国内有约2000万到3000万的主机单机玩家。有了他们的背书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比较靠谱的，而且可以用 Steam 的数据来佐证。截止2018年初 ，Steam 中国区注册用户就超过了4000万。那2020年就肯定更多了，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超过5000万应该不是问题。当然，这里面不全都是玩单机的，很大一部分是冲着绝地求生而来的。2020年7月，绝地求生全球销量7000万。按照之前比较稳定的占比，中国销量占40%左右，也就是2800万份。再扣除大量删号重复购买，大概2500万份，也就是有2500万个中国玩家是冲着绝地求生而注册 Steam 的。那5000万减2500万，那剩下2500万的玩家是以单机为目的注册了 Steam， 和上面的数据很接近当然还有主机玩家，但主机玩家大多和 Steam 用户重叠并不是每个 Steam 用户都有主机，但应该大部分主机玩家都有 Steam 账户，所以用 Steam 来覆盖主机玩家偏差应该不大。好，相信我说到这里，一定和去年的视频一样，会有很多弹幕来质疑，哪有这么多呀？我看没有这么多等等。确实25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但身边玩主机单机的却那么少，感觉这个数据水分很大呀，肯定没有这么多。不过2500万这个数目虽然很大，但别忘记了，我们是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呀，14亿一后面跟着9个零2500万只占了14亿的1.7%，还不到2%。就算只计算年轻人2018年的数据，14岁到40岁的人群占60%左右，大概8亿4千万。那就算把这个数字用在2020年，2500万也只占8亿4千万的3%。那这么看来，2500万也不是大到无法想象的数字。100个年轻人里面有3个玩单机主机，似乎并不是不可能。当然，我相信这个比例未来还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好，先放下数据，用事件的形式来回顾下2020年。因为2020年实在是过于特殊的一年，特殊到我们无法只看数据。最重大也是最无法忽视的当然是疫情。2020年1月18号，我到达北京和几位游戏大佬见面，商讨1年的工作计划。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些计划几乎全部作废。原本打算在1月20号去武汉但北京的事情过多，只能取消行程，春节后再去。1月22号，除夕的前2天，我顺利的离开北京，回到广州。当时回程不管是摆渡车还是飞机上，都只有零星的几个人佩戴口罩。我轻松的在机场便利店买到了一袋 N95 口罩。晚上刚到广州，就得知北京开始严格管控出入，进出都得进行疫情筛查。第2天，1月23号，武汉封城。如果当初武汉行程没有取消，我就得留在武汉了。这是我离疫情最近的时刻，就这都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些逆向而行的人是得多勇敢今年疫情让很多行业遭受了重大打击，但游戏业却反而因此获得了 buff。1月底，王者荣耀日活人数突破小目标1个亿。全中国每14个人就有1个人在玩王者荣耀，而他在1月份的流水高达97亿这绝对是游戏界的里程碑，未来很长时间都很难打破。
不过我们的观众应该更在乎主机单机的情况。很快3月20号，动物森友会再次给居家隔离的人们带来了欢乐。当时不管是不是游戏媒体啊，反正不讨论一下动森啊，都不好意思做键盘侠了。电子游戏第2次大规模出圈。但其实在动森之前啊，好几个游戏也因为疫情获得了不错的成绩。部落与弯刀让不少单机和独立游戏玩家在家过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春节。如龙7收获了一大批从未接触过该系列的玩家。奥日2刚上线1周就达到了第1代的销量。就连有生之年的骑马与凯撒2都在疫情期间猝不及防地放出了 EA 版。以它的开发时长和 EA 版的内容量来看，早1年晚1年啊，其实没多大区别。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抢占疫情的 buff， 反正玩家是很开心啊，玩家获益了就行。甚至一些19年底发售的游戏也连带获得了提升。死亡搁浅、樱花大战、陨落的武士团都在1、2月份迎来了新的销量小高潮。好不容易没那么缺货的健身环大冒险，在疫情期间又成了硬通货。Switch 恐成最大赢家呀！当时好多个从来不接触游戏的朋友啊，多为女性啊，都向我咨询怎么买 Switch。可惜在疫情期间不能邀请他们来我家玩健身环哈。对了，健身环是第一个大规模出圈的游戏。不过也有连疫情都救不活的游戏啊，为13骑兵防卫圈默哀3秒钟，再投个币一键3连啊，祈祷能有续作。而装机量不大的 VR 设备也因为半条命艾利克斯的优秀和疫情的加持，骗了一堆人又买了一个玩后吃灰的设备，包括我们一直被市场叫宣着即将死亡、市场萎缩的家用主机，却因为在2020年世代更替又遇上了疫情，而再次获得空前的热度。谷歌搜索趋势显示，今年 PS5 的词条热度比以往的 PS2、PS3、PS4 当年的热度都要高，加上疫情导致的产量降低，让各位现在都没能入手 PS5。Xbox 嘛，倒不是说热度不高啊，但连续几代糟糕混乱的命名，让 Xbox 的词条热度乱得毫无参考价值啊！跟非玩家群体解释 Xbox 的命名区别，难度堪比理清《红楼梦》里的人物关系啊！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微软想要的效果？那虽然疫情确实提高了次世代主机的热度，但我相信家用主机仍然本身就还有很强的生命力。毕竟当初叫宣着主机即死的时候，还是在 PS3 时代。疫情初期，2020年的E3线下展会取消了，后来改成了线上发布会的模式。有意思的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突然觉得，线上视频发布的形式其实也挺好的哈，少了很多尬聊和混乱，言简意赅，精心剪辑的视频也很有看头。之前老任每次播片的时候，我们还吐槽，现在才知道，原来任天堂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腺了。看美国现在的情况，估计今年的E3线下展会啊又悬了，线上发布倒是方便了玩家，但有能力发大型发布会的就只有那么几家大公司。而E3可不只是展前发布会而已啊，线下那几天的展出才是众多中小型公司重要的曝光机会。而这次疫情估计会改变未来很多中小型公司的曝光策略。我预计像我们这样一边做 UP 主一边宣传自己的游戏的公司会越来越多，E3甚至可能因此而改变形式，这又是个疫情带给未来的巨大影响。而魔幻的是，中国这边 ChinaJoy 成为了2020年世界第一个游戏展。虽然游戏相关的内容更水了哈，但借助2020年世界第一个游戏展的名号，虽然这名号有很多定语啊，但名声倒是大大提升了。很多原来不知道有这个展的外媒也首次报道了 ChinaJoy。不过 ChinaJoy 的游戏内容实在太水了，我去过一次之后是再也不会去了。但后来详细一查，ChinaJoy 的正式命名叫做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和E3电子娱乐展、东京电玩展、科隆游戏展这些名字定位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啊。这里面并没有指明是电子游戏展而是数码互动娱乐，那这范围可大了。只要跟多媒体有关，哪怕是 cos 动画里的小姐姐，那也算是数码互动娱乐呀。难怪那么多小姐姐我是说难怪那么综合对不起 ChinaJoy， 原来一直以来是我误会你了。如果有跟我一样误解的，来把对不起打在公屏上。
以上几个事件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从中我看到了社会因疫情对电子游戏有了更多的了解，越来越多人成为轻度玩家，轻度玩家成为核心玩家。当真正的病毒无差别地席卷全球时，过去被当成电子毒品的东西，不仅没有成为真毒品消磨人们的意志，反而成为了一股支持着市场经济，甚至支持着很多人心态的东西。所以当去年12月电竞正式成为2022年亚运会比赛项目的消息放出时，我并没有太多意外，因为电竞将是未来最大规模、受众最广、无需多人聚集、每个人在家都能参与的竞技项目。那未来新冠与这个星球会共存多久，没人知道。电竞这方面的特性注定让它无法被忽视。当然，电竞是否应该成为体育项目，以及电竞和普通游戏之间的区别，这些争议依然会存在很长时间。但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未来我会专门挖一个大坑来跟大家讨论，大家把挖坑打在公屏上，这里就先不讨论了啊。那随着5、6月疫情好转，在国外也不算好转吧，但至少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如何与它共存后面的大事件受疫情影响的就少了很多了，但却同样对游戏业意义重大。让我们一一来回顾。5月份，送游戏狂魔 Epic 发布了全新的游戏开发引擎 Unreal 5，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功能，支持超多多变形、高模直接使用、高速 SSD 的优化、真实的动态全局光照，都让开发者吓得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啊！具体的 Unreal 5的解析我已经发过个视频了，想了解的可以复习一下，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之，这个引擎很有可能是未来游戏界最大的革新。这里边既有强大技术的运用，也有把复杂技术简单化，让开发者更易用的优化，是2020年我个人认为游戏界第一大事无之一。只是这个大事的威力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毕竟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 Unreal 5制作的游戏估计第一个能玩到的会是《地狱之刃》。而更让我觉得佩服的是 Epic 的整个布局现在的 Epic 有着最强大的开发引擎，有和英伟达高度配合的软硬件交流，有庞大的 3D 素材库 Crystal， 有全球唯一的影视虚拟环境技术。曼达洛人的很多镜头就是用 Unreal 引擎的虚拟环境技术协助拍摄的他们还有自己的游戏商城，甚至还使劲送游戏，甚至还送刚发售的大作。全面战争特洛伊不会是最后一个。而细数游戏界，只有 Epic 能有如此完整的产业布局，从素材到开发到销售，再到影视衍生品。未来 Epic 如果宣布研发家用机我都不会觉得奇怪。而要整合高模素材、引擎开发和影视拍摄这些环节， Unreal 5就是最关键的中间环节。这种创作工具上的全套一条龙对产业的升级有多大帮助，用过 Adobe 全家桶的都明白。而 Epic 自身的优秀又会激发竞争对手的全面进步，进而给行业带来更加全面的提升。所以我认为2020年 Unreal 5是最重大的事件无之一。接着一个大事件呢，本来只是本国的大事件却在国际上都火了，那就是原神的发布。一直有人要我聊原神但我是不会为这个游戏单出一期视频的，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的盈利模式是抽卡。我知道市场对抽卡有很多解读但我不管，我就是不认可，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不反对它的存在，但我也不会为任何抽卡为盈利的游戏做视频，我也不会充1分钱。不过今天作为大事件的回顾倒是可以聊聊的。模仿荒野之息是事实，但不是原罪。毕竟《渡神记》芬尼斯的崛起也是模仿荒野之息，甚至《渡神记》的荒野成分要比原神高多了。真正的原罪是模仿了却不承认，或者承认的不干不脆，这点育碧就很干脆其实我很纳闷这有什么好心虚的呢？游戏界因为玩了某个游戏非常喜欢，而决定要做同类型同玩法的游戏的例子多了去了因此也诞生很多经典。塞尔达是因为玩了创世纪，拳皇是因为模仿街霸而做的饿狼传说演化而来的，巫师是因为波德之门，恶魔城传承着银河战士，赏金骑兵复制了盟军敢死队的系统，还有一大堆从 ICO 里获得想法的游戏。我可以举出无数多的案例，模仿、学习、借鉴从来都不是问题，但是没必要心虚好吧，先放下模仿这个话题单看游戏的话，其实原神的技术力非常强，不管是程序、美术、技美、人设、故事、节奏，都属于上层水准。
关卡设计对我们玩过大作的来说呢有点平淡，但在移动平台上还是很高水准。最重要的是，它确实是移动平台现今为止最高规格制作的作品。也因为这一点它在海外也火了。海外非常惊讶，竟然有公司愿意在移动平台上制作如此烧钱的规格的游戏，并且确实赚钱了，并且还来自于中国。那这一点对他们认知有很大的挑战，而这可能是原神难得的正面影响。它或许能够激起全球各大公司尝试以更高规格去开发移动端游戏，这一点值得肯定。只是我真切的希望一点，市场能够抛弃抽卡这种盈利模式，哪怕像撸啊撸那种明码标价的卖皮肤卖角色也好啊。那原神的火爆让我们这些玩家有些尴尬但另一件大事却让我们扬眉吐气。黑神话：悟空的预告片发布。黑神话这个预告片看起来非常棒，但是游戏没出，我们也不会为它做视频。而且从开发角度看，能看出预告片还是有一些后期制作的成分，实际的游戏品质能不能达到预告片，仍然要理性等待。但这个预告片的公布依然意义重大，因为不管最后成品能否到达预告片的高度，它都代表着在2020年，我们国内终于有了一个认真制作、不以奇怪的商业模式为主、传统的踏踏实实的，并且超高规格制作的作品，而不是独立游戏的规格。这个事件的定义本身就比作品更重要，因为有一个团队站出来了，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而我们 Gameker 未来也肯定会是其中一个。因此，哪怕黑神话不幸做砸了，未来也会有黑童话、黑科幻等等。放心，现在国内的市场和资本早已不像过去那么脆弱，一个血丝的失败就能带来好几年的信心崩溃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因为玩家群体壮大了，审美也提高了，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要的只是有人第一个站出来，这才是黑神话悟空带来的最大的意义。另外爆个料就算今年没有出现黑神话，要不了1-2年也会有同样规格的作品和公司站出来，因为我亲眼见到了过去和我一起开发的好朋友，他们尝试制作的游戏。那虽然现在项目还没一撇但原型的效果已经完全不亚于黑悟空了，绝对的国际大作级别。第一眼我甚至还以为是只狼呢。这说明了这样规格的作品、这样的人才、这样的市场觉悟，这股力量已经在国内多个地方暗流涌动，迟早会爆发。我这位做角色动作出身的朋友，如果看到这个视频我想说，我为你骄傲，这也是未来几年我们 Gameker 的目标。接着另一件大事件当时看新闻的我露出了这个表情，微软竟然收购了 Bethesda 的母公司 ZeniMax， 这财力和决心也太吓人了吧！玩家关注这件事情后续影响最明显的是，以后 Bethesda 的游戏还会不会出 PS 版本？上古卷轴6难道要微软独占了吗？而我更关心的影响是，如果微软干这件事情，未来的收获真的不错，是否会开启一个巨头跑马圈地的时代？是否会出现索尼收购育碧任天堂收购 SE， 腾讯收购 EA 这样的恐怖的局面呢？要知道，索尼和任天堂虽然市值不算特别高，但是他们手里是真的有钱，真要那么干不是没有能力，只是现在看不到这么干的好处。万一微软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他们的效仿也不是不可能的而这对玩家来说，我觉得不是好事情。这种寡头效应在互联网企业很常见但不管国内外，我们都能看到互联网寡头带来的危害。产品创新缓慢、大数据杀熟、隐私危机、消费洗脑等等，游戏公司还是比较传统的。但微软这个举动让其向互联网企业靠近，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希望微软这么做是有具体的用意，这个点我们2021年初放在这里，几年后再来看看这个趋势是否如我所说。希望我的脸被打烂的。接着是一件我个人觉得其实不算多大事，但是玩家群里却很炸裂的。最后的生还者 Part 2的2极分化引发的阵营对立，以及年末获得 TGA 最佳游戏殊荣而又引发的争执。由于我们是属于对这款游戏持批评态度的，所以貌似我的脸又被打烂了，哈哈哈哈哈！尴尬又失礼的微笑但是我个人并不觉得是被打脸了，因为我今年参与过2次游戏评选做评委。我说过，评最佳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最后到底谁得奖，有很多因素左右着。那不管谁得奖，都不意味着得奖的比其他入围的强，只是综合考虑选出个最合适的。
但选入围就没那么多因素左右了评委在选入围的时候就毫不纠结了，只要真正的好作品就能入围。因此我一直说，得奖不等于最强，但入围一定都是最好的。所以我认为入围其实比得奖更有价值。而最后的《生还者2》，尽管剧情很多争议，但以它的品质，入围是肯定没问题的。而我也不会因为它的入围和得奖而改变我对它的批评。那事实上，游戏带来争议之后，我在上海和很多业内人士讨论，这其中有不少和我是持相反立场，很喜欢这个游戏的。我们讨论的越久，越发现，如果不在线上这种你一个评论我一个评论的各说各话的对话，而是面对面的交流，就越能理解对方的心境。结果反而求同存异，大家都保持了自己的原来的立场，但也同时明白了对方的想法。所以最后我们反而觉得这个事件并不会像线上玩家争吵时认为的会对未来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觉得可能没太大影响，大不了一大半玩家再也不玩顽皮狗的游戏了，这也没多大影响相反，两种思想的碰撞反而是非常有意义的。只是各位在讨论和争执的时候，试试离开线上，放下键盘，试试和不同立场的人当面讨论，或许你们会发现真的没那么严重，或许可能更有收获。正是因为我们后来都觉得它其实没多大的影响，所以各大媒体后来也就懒得聊它了，反正得了就得了呗，别打扰我玩怪物猎人崛起了。所以最后的生还者2并不会给未来太大的影响，我觉得是这件事最大的影响。而另一件接近年末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才是真的对未来会有影响。赛博朋克2077的品控和口碑翻车，它的品控差到甚至发生了史上第一次厂商和索尼高层发生对峙，而导致 PSN 下架。现在这个游戏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微软独占了，微软一脸懵逼怎么还免费得了个独占呢？这是在暗示我们收购你们吗？也不是不行，反正就一顿饭的钱。当然，做砸的烂游戏每年都有，并没什么太大影响。而2077之所以我说对未来影响很大，正是因为它并没有做砸，它的品质其实很高，制作规格也是顶配的，它只是品控和项目管理出现了严重错误。如果野心能够收敛一点，管理能够落地点，游戏的规模能聚焦一点，这个游戏绝对是难得的佳作，至少延续巫师3的口碑是没问题的。因此这个事件会给未来的游戏公司提个醒，游戏的规模是否应该无限扩大，开发的管理是否应该更落地一点，游戏的立项是否应该更专注和理性一点。有人会说，怕什么？2077 bug 再多，但第一周就卖出了1000多万份，早就回收成本了，还有的赚呢。这么想就简单了呀。没错，游戏是赚了，但公司的股票狂跌了呀。游戏按卖出1500万份来算吧，一份算它$60全价，也就回收了9亿美金。这里面扣除了开发成本、宣发成本，也就赚个5亿左右。但 CDPR 的股份可是蒸发了100多亿美金更不用说这引发了资本和股东的失去信心，以及后续的大量抛售之后再融资可能都是问题。投资人全亏本了，单品赚钱了也没意义这赚的5亿，比起民生的损失，那是杯水车薪。大公司赚钱，从来不是单独的看一个产品的流水，而是整个公司的股市、市值和对未来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我认为最后的生还者2不会带来太大波动的原因因为索尼的股票一直稳步上升，顽皮狗只是索尼众多业务的一小部分。但对其他以游戏为主业的公司来说，2077绝对让他们吓出一身冷汗然后赶快审视内部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光是我知道了几个大团队都在内部开始反省了，因此2077的品控事件可能改变未来游戏业的立项方向。或许未来像任天堂、像只狼、像死亡搁浅，甚至像最后的生还者2这样控制游戏的规模、缩小游戏的主攻方向、精心做好特点的方式才是更好的选择。就算要做大而全的游戏，也要有足够的管理能力。Rockstar 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可能是2077最大的贡献。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我们2077的视频不满意其实我也不满意，但是我不愿意聊了。我知道这游戏里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亮点，但游戏是一种商品，购买游戏是一种契约行为，商人答应了品质，我们付钱获得这种品质，这中间肯定会有商人的夸大和产品的瑕疵。但像2077这样的品控翻车和内容的缺失，已经不是合理范围了，而是已经违背了商业契约了。
因此哪怕它里面有很多亮点，有很多高光啊，比如美术，比如对科幻的理解，比如对城市的刻画，但我也不愿意因为它有高光而忽视它违背契约这个事实，去赞扬它的高光。就好像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如果犯罪了，不会因为他的才华而减轻罪行，因为如果这样都可以接受，都可以只看高光，那未来就会有更多公司变本加厉的突破契约的底线。当然违背契约还没有到犯罪那么严重啊，市场总能给愿意弥补自己过错的团队机会，所以我才说，如果 CDPR 能把2077修补得足够完美，我愿意为其再做一个视频，好好欣赏下它的高光。那最后回到数据上只看最大的。虽然疫情给游戏加持了，但全球后半年疫情带来的阴霾，同样也限制了游戏产业后续的发力。因此，虽然同比增长有所提升，但并不夸张。2020年全球游戏产业达到了1593亿美元，同比增长 9.3%， 而2019年是1520亿美元，同比增长 6%。增长虽然加速了，但加速的并不夸张。但如果只看中国，这就恐怖了啊！2019年中国游戏产值是230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7.6%， 比再上一年的 5.3% 要高一点。但2020年同比增长直接飙到了 20%， 直接60度角向上窜产值到了2786亿人民币。可以说全球的那2点增长提高几乎都是中国给拉上去的。那光是这个数据就可见中国抗疫的成功和效果。那这里再深挖里面的本质就要涉及到政治和意识形态了而我们尽量不谈政治，因此就此打住反正各位多少也都知道了不管那些曲高和寡的，我只想感谢每一位为抗疫做出贡献的勇敢的人，你们才是真正的勇者，谢谢你们。也感谢2020年这个又魔幻又朋克又痛苦又欣慰又卑微又自豪的一年。这一年让我们突然成长了许多，这一年让我们突然清醒了许多，这一年值得一生铭记。2021年我们游戏里见，我说的是我们的游戏 GameCube 运动在，我是聂俊。哇哦！阿米诺海运键盘，同时阿米诺跨界新品海运赛车椅现已上市。